这届学生真难带，找不到暑假攻劲跑去国外当雇佣兵，结果被当地武装困住，有的还跑去缅北网恋奔现，差点就被嘎腰子。老子为了救你们，白天在国外枪林弹雨，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，半夜还得跑去执法局捞嫖娼被抓的大学生。嫖就算了，居然掏出学生证问能不能打折，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幸好我觉醒钢铁教师系统，帮学生解决突发状况，能获得神奇的技能，要不我就直接回家继承千亿家产了。病人什么情况？杨老师，你赶紧给我说说。这位学生因为打王者临杠时被骂太菜，他跟队友对骂，然后突然血压升高，肾上腺素飙升，晕了过去。护士们见状足足愣了半分钟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治好也是流口水。没过多久，晕过去的江心重新醒了过来。我看到他醒了以后，连忙苦口婆心对他劝阻道：“要不咱还是把那游戏删了吧？你这次可把我吓得够呛。”要知道这次的零杠10已经的超常发挥了，平时的我都是零杠20起步的，谁让那些队友真的太坑了，居然连只有零杠10的我都带不动，实在太气人了。骂了几句，他直接大喊一声晕了过去。别呀，你很牛，技术简直不要太一流，都怪队友菜鸡，零杠20一下子就到零杠10，按照这进步速度，你迟早是最强王者，你醒醒啊！说完他又醒了过来。是吗？太好了，老师，感谢你对我实力的认可。不过游戏还是要注意时间，不要太沉迷了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地级突发事件，获得2点体质，1项随机技能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病情探查，拥有该技能可使你能够一眼看清楚你的学生经历了怎么样的苦楚。杨老师，现在外界都说在校大学生都是脆皮，你怎么看？这算什么？我就说上一周的事情，你就知道有多离谱了。上周我一共来了5次医院，星期一的时候有个女生从图书馆离开的时候从楼梯摔了下来，颈椎骨折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星期三有个学生在上化学课的时候直接放了个屁，然后把实验室给炸了，而自己则整了个2级烧伤。然后到了星期五离谱的来了，你们有没有见到过因为原神账号被盗然后选择跳楼的？如果不是保卫处的人眼疾手快，直接拽着他从栏杆上下来的话，我肯定是录不成你们这个节目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医院里的这些医生病人都会认识我们吧？喂，陈老师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什么警察找上门了？这是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杨老师又见面了。杨老师，本来这次你底下的学生犯的世道也不用你专门跑一趟，但是这一次无论如何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，只好先找你过来。明白，那我肯定是要支持你们警方的工作。这个事情嘛，我有点难解释。当然我们是警察，是很严肃对待这类事件的，除非忍不住笑出声。笑死我了！你的学生真特么是个人才。袁阳，是你的学生吧？对，是我们艺术系的学生。这学生确实不简单，第一天搜查寝室的时候，就从柜子当中找出了一个充气娃娃，人送外号充气哥。他是犯什么事了吗？他嫖娼被抓了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。什么？我已经设想过无数可能，但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想得到，这家伙是嫖娼被抓的。这都2025年了，难道还有人选择线上支付而不选择用现金支付的吗？是因为突击检查吗？还是被大数据给筛查到？都不是，他是被自己找的小姐姐给举报了。说到这，刘警官又没能忍住，直接笑出了声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500块这么贵呀？便宜点了，以后多多关顾。哥哥，这个1分钱1分货嘛，别人可能200、300，但是质量不一样，我这个姿色就是值这个价钱的。真是的，行吧，小哥哥付钱吧。那这个是学生证，打个8折吧。打折是吧？老娘没给你中间那条玩意打骨折就算很不错了。于是2个就吵起架来，那位小姐最后实在吵架吵不过，忍无可忍，最后同归于尽，选择了报警。爸，为什么？难道那小子嫖完了还不给钱吗？这也太没有素质了，人家赚的可都是辛苦钱啊！这种办法都能想出来，这智商呀，真是没谁了。这至少得拘留几天吧？不过嫖娼应该不会留案底的吧？除了情节特别严重吧？他这属于嫖娼未遂，属于情节较轻，你把罚款交了就可以带他回去了。摄像师进去之前让节目组那边给人打上马赛克，能做到吧？没问题，放心，我们专业的。我起身朝着拘留室走去，直接一把坐在审问室椅子上发着呆的袁阳给提了起来。你这家伙真的是大半夜给我没事找事做呀？你找小姐姐掏你妹的学生证了，真嫌自己不够丢人是吧？宇哥，他们不懂我，他们根本不懂这一行的行规。挑重点讲。我在网上查过，隔壁樱花国的学生证去那些风俗场所是可以打折的，凭什么咱们这边不能享受同等待遇？我要为那些被坑害了钱财的同胞谋冤，让他们也能享受同等折扣，就算只是牺牲小我，但我也要成就大我啊！对，但国有国规，别的国家可以，不代表这边可以。毕竟那边的风月场所可是合法的，但在这边可不是。不是，我现在只想知道樱花国那边是不是真的掏学生证能够打折啊？得找个假期去尝试一番。于是我对他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的批评教育，袁阳也深刻明白自己的错误，这时系统也想了起来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 C 级突发事件，获得3点速度，1项随机技能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化妆术，你的化妆能力将会变得十分厉害，比泡菜国的变脸术还要厉害。你和汪远还有李汉秋不是宿友吗？你知不知道他们去哪了？他们没跟你一起去寻开心吗？我叫了他们一起的，结果他们说最近生活费不太够用，就没有一起来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吗？我想想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
他们好像去盗墓了吧？之前汪远跟我说过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埋有陪葬品的坟墓，他俩好像连洛阳铲都买好了。盗墓？对啊，他们不是生活费不够用了吗？我想大概率他们就是去挖那个坟墓去了。你现在马上给我乖乖滚回宿舍，然后在手机上把那个墓的位置发给我，快！很多宝子不知道钢铁教师小说哪里看，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，然后搜索钢铁教师，全文免费，第一个就是了，记得不要打错字了哦。这届学生真难带，找不到暑假恭敬跑去国外当雇佣兵，结果被当地武装困住。老子为了救你们，白天在国外枪林弹雨，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，半夜还得跑去执法局捞嫖娼被抓的大学生。刚要回家，没想到又有人说生活费不够用，要去盗墓。这群大学生胆子真大，居然敢晚上上山去挖坟，这种鬼地方，真怕突然跳出只女鬼。有一说一，就算鬼在这里也分不清对方是鬼，而且说不定是只漂亮女鬼。附近很滑，小心别摔了。杨老师，你看你背后好像有东西。卢总，我错了，别打我头，我真不是故意要打扰您的，我就闹了您一个假牙，别杀我啊！疼吗？疼，宇哥，是你，你可算来救我们了。怎么就你一个？汪远人了？还有你头上这伤怎么来的？我跑太快摔的，没啥大碍。对了，汪远他还在墓里面，宇哥，你赶快去救他。卧槽，你们真去到人家墓了？我也不想啊，汪远那家伙硬说这一次干票大的是成之后55分成，我就跟着他来了，结果这家伙也没跟我说墓里有鬼啊！啊，有鬼？这一定是骗人的，我已经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了。不行，你可以发抖，但不可以瑟瑟。快带我去你们挖的坟墓呢，先把汪远救出来，等回学校再好好教训你们。那里面真的有鬼啊？你真要去？怎么，你还不敢啊？亏你和汪远还是好兄弟了，就这么把宿友卖了，真不怕晚上他也化作厉鬼来找你？有了李汉秋的带路，我和摄影师很快就赶到了2位学生出事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单独的坟墓，从墓的范围大小来看，这绝对是一个豪华大墓，也难怪这2学生会觉得这里面能够挖出陪葬品来。但问题是，这一看就是那种近现代的墓，甚至墓碑上都写了墓主人的生前年月日。李氏第5代直系李凤一，1901年生辰，1989年圆寂。当代的脆皮大学生，怎么连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没看出来问题所在？李汉秋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怎么了，宇哥？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看看刻着的上面的时间，1901年生，1989年死，享年88岁。感情这是一座现代墓啊！你跑现代墓里盗陪葬品，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这样是要挖古代的吗？这个其实挖的是我自家的祖宗，不知道祖宗是不是出来找我们了？这智商还大学生呢，一点常识都没有。杨老师，我好像听到了前面传来的求救声。我操！汪远，宇哥，汪远就在那边那里面，你快去救他。汪远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动，不然老子就要了他的命。不是说好有鬼吗？感情就是盗墓贼呀！我裤子都脱了，就给我看这玩意嘛！楼上可真逆天啊！正所谓知天意，逆天难。你这样子真的很下头。摄像师，接下来把直播给关闭了，谢谢。好的，了解。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大家都是盗墓人，盗墓匆匆，只为碎银几两。小兄弟，只要你把手中的宝贝拿出来，我就放了他。这可是现代墓，有什么好宝贝吗？我看了一眼李汉秋手里的包裹，随后说道：“兄弟，都是求财，这样吧，咱们3七分吧，我弃你们3。不行，那我3你7吧。不行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老子全都要。好吧，哎，那我这就给你吧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，算你小子识相。不过你不要过来，让旁边那个瘦小、脑子看起来就不大聪明的二货过来。卧槽，这小子是个二货，都被你看出来了。行吧，你去吧，不过放机灵点啊。这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危险？你来盗墓怎么不说有危险呢？等下你就这样，然后先这样，再那样，最后赶紧跑。你们嘀咕什么？我可没耐性，给我快点。于是李汉秋害怕地走到了盗墓贼面前。盗墓贼打开，发现竟然是泡面奶茶和假牙。奶茶是李汉秋2人怕晚上饿肚子带来的。由于挖的现代墓实在没挖到好东西，汪远看这墓地这么豪华，寻思金色假牙也能值不少钱，忽悠说挖到大宝贝了。没想到刚好被盗墓贼听见了，以为他真的有好东西，于是就抓了汪远。盗墓贼现在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好小子，竟然敢耍我，给我拿命来！于是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，2个人都被挟持了。不过幸好刘警官也相当给力，第一时间带着队伍来到现场。不要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放下武器投降。老大怎么办？不要过来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是你呀，杨老师，这情况可不好办了，对方还挟持了人质，我这边也没带狙击手过来。刘警官，狙击手吗？我可以的。什么？你那东西借我下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的做。老子跟你说了，不要过来，不然我杀了他，你懂不懂？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你给老子去死吧！子弹很快朝我射过来，我躲过数发子弹，随后我比出一个接到子弹的姿势。什么？我缓缓打开拳头。你小子竟然敢耍我！去！我连开数枪，盗墓团伙纷纷倒地不起。我去，狗系统，说好的枪神天赋，怎么闪避没给我拉满呀？害我差点就记了。快，一起上！饶命！我投降！你们这群盗墓贼，终于让我抓到你们了。这小子也盗墓，为什么不抓他？你小子害得老子吃牢饭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盗墓最少3年起步，我要举报你！什么？你哪只眼睛看见的？谁说的盗墓的？那墓是自己的祖宗，人家是来给自己的祖宗扫墓的。大半夜扫墓，这合理吗？非常合理。
你们两小子赶紧滚回去，把祖宗的墓弄好。为了生活费能去盗墓的，这离谱程度比起找小姐要学生价都离谱。杨老师，这底下都是什么学生？活脱脱的卧龙凤雏啊！这么晚了，我让人先送你们回去吧。过几天估计要请你们继续协助调查。没问题，打我在执法局留下的那个电话就行，全天在线。谁叫你们没钱花就去盗墓的？你们家里要是真给不起生活费，可以问我借啊，我肯定不会放任你们不管的。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他说那是他太公的墓，他父亲无意中透露，他太爷爷带着很多宝贝下葬的，他没钱花，我就说能不能问他太爷爷拿几件宝贝去当了花，我没想到最后会搞成这样子。你不知道我们跑路的时候有多害怕，生怕有鬼在背后追我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 C 级突发事件，获得3点力量，1项随机技能奖励。获得技能游泳健将，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与菲尔普斯一样游泳技术。1天的时间，直播视频也被剪辑成了各个切片，开始在短视频平台疯狂流传。从女大学生打王者被气晕，到男大学生要求学生价嫖娼被小姐自爆，再到大学生因为生活费不够而选择挖自家祖坟，每一条视频都有超过数百万的播放，数十万的点赞以及数万条评论。我确实也火了一把。第2天8点整，吃过早饭以后，我也是开始处理起了昨天的学生请假请求。痔疮发作了要去医院，批了，这种事就别请假了，直接逃课去医院啊，混蛋！感觉自己浑身难受，想去医院检查，批了，给我赶紧去，别嘎在学校里了。班上超过2个人了，我有点社恐了。批了。昨天梦到自己在梦里上课了，白天就不想去了。批了。老师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再舒服。我操！批了。杨老师，怎么这么离谱的理由你都批准了？这群大学生太脆皮了，上厕所都能膝盖骨折，打王者都能被气晕。我上1个星期就跑了5次医院。老师，我今天不想上课，你能不能请假？哇靠，不行，自己请假就算了，还让老师请假，简直倒反天罡了。处理完请假，我前往饭店吃饭，没想到又来事了。雨婷，你可别抛下我，现在就给你打救护车，你坚持。这个就是脆皮4朵花之一的雨婷，又出事了。于是我启动病情探查技能对雨婷检测，不用打救护车了，他就饿着了，等下吃点东西就能恢复了。什么饿晕过去了？笑死！在饭店门口饿晕这种事真能够发生？这时刘思思跑去隔壁便利店买了几包辣条，直接撕开了包装就进了苏雨婷嘴当中。感受到食物诱惑的苏雨婷嘴开始慢慢搅动了起来。5分钟后，她终于睁开了眼睛。我这是在哪？这里是天堂吗？宇哥又给你添麻烦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能起来吗？不要趴在地上了，地冷，别冻感冒了。感谢宇哥救命针，我现在就起来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1级突发事件，获得1点体质奖励。老师，感谢救命针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于是大家其乐融融吃着饭，然而吃到一半，刘思思突然大叫了一声：卧槽！雨婷，你暗算我，居然给我碟子里加麻酱。不是我啊，这是服务员调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说这样调蘸料更好吃。麻酱怎么了？我麻酱过敏。我去，快叫救护车！那服务员也懵了吧？怎么自己调个料就弄出了这么大的阵仗？不过那经理的确会处理事，直接免单加赔付一切医药费，真的给个赞。因为抢救及时，再加上只是轻微过敏，所以刘思思倒没什么事，但还需要留院观察1个晚上。在他的强力要求下，也是成功跟江心住到了一家病房。但问题是，脆皮4金花现在还剩1个蒋依依，现在其他3人都已经进了医院，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巨大打击。现在说什么也要保住这最后1朵金花。傍晚时分，一个男大学生突然出现在了值班室门口。杨宇老师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宇哥，你快去6215看看，里面传来了很浓的臭味。我跟旁边宿舍的人敲了好久的门，也没人开，我怀疑里面是不是死人了。那男大学生鬼哭狼嚎的叫喊道：出人命了！靠，赶紧带我过去，还是等下吧，我先去宿管那拿下急救箱，你赶紧去按电梯。刚出电梯，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臭味，但这并不像是尸臭。走到6215寝室旁时，这股味道变得越发强烈了起来。这种味道就好像是那种很久没有洗过臭脚味，加上拿醋去从刚拉完粑粑的厕所所结合的味道。宇哥，就是这里，我们敲了5分钟都没人给我们开门，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死里面了。让开！我一脚直接踹在了宿舍门上，以超乎普通人的力量加持，眼前的门锁立刻就被踹烂。而眼前这一幕已经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6215寝室整整齐4个人，此刻全部倒在了地上。寝室的一角，罪魁祸首此时正摆在某位同学的桌子上，从里面煮着的东西不难看出，这是一团已经煮成一坨的螺蛳粉，正在往外散发着极为浓烈的臭味。没有犹豫，我屏住呼吸，直接冲进去拔掉了电源插头，然后一手揽着一个昏倒的大学生，直接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出了寝室。我是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，把4位同学都抬到了空气流通处后，我在拨打了急救电话后，也是开启了病情探查技能，开始帮他们检查起了身体。幸好都只是被熏晕了过去，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过段时间自然就会醒过来。真想不明白这群家伙是怎么能够做到被螺蛳粉给熏晕的，而且是整个宿舍都被熏晕。认真的，他们是怎么做到被螺蛳粉给熏晕的？我觉得螺蛳粉也不臭啊，
吃起来可香了。10分钟后，救护车准时来到现场，查没查出来什么隐患不要紧，最主要是他们待在医院可比待在学校要安全多了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地级突发事件，获得2点体质，1项随机技能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正骨，你被传授了正骨大师一生感悟。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骨折简直就是个小问题。吃完饭我回值班室休息，一个男生带着女生过来。宇哥，快帮我看看我女朋友，她好像扭到手了。其实这是真不怪我，那时候我跟她闹别扭，哪知道她直接一巴掌扇我脸上，我刚想生气，结果就见到她手变这样了。可能是她太脆了，或许是我太硬了。所以是你的脸把她手扇成这样的？对，也不对啊，是她一巴掌打我，然后把自己弄骨折了。都怪赵红光，人家平时明明很温柔的，结果他今天偏要跟我闹。小柔，你要是觉得痛的话，就咬我胳膊。老婆，你别瞎思考啊，我随便说说吧。很快我就将骨头都扶正。别作死了，你女朋友没什么大问题，虽然看起来是很严重，但其实只是脱臼了而已。虽然已经复位了，但保险起见，我建议你还是陪着你女朋友去拍个片子，而且你手也被咬出血了，顺便去打个破伤风，给医院送钱吧。好，谢谢宇哥。恭喜宿主完美解决1级突发事件，获得1点力量。没想到杨老师还懂得正骨啊，这是连校医的工作都给承包了。还不是因为习惯了。休息之余，我顺便学习了相关的医护工作，就是怕哪天这些学生搭在了去医务室的路上。你多跟着我拍几天，就明白这其实都算是小事了。好不容易又休息了几个小时，然而临近10点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了靠近值班室的脚步声。只见一个男大学生正在同伴的搀扶下，一瘸一拐地走向了自己，而且全身上下还有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牙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咬的一样。同学，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这里是辅导员值班室，不是校医室啊！我拿出急救箱放桌子上。卧槽，杨老师这是早有准备啊！我说他刚才怎么不把急救箱还回去？原来已经算到今天还有高手。陈大头是吧？我记得你之前在宿舍煮火锅把锅炸了进医院那个。老师，我叫陈明杰，不叫陈大头，大头是我外号。行，叫什么不重要。所以你们到底怎么弄成这样的？宇哥，我被狗咬了。学校3番5次强调不要在校园里招猫惹狗，你们至少也听一下啊！有的猫狗狗虽然看起来可爱，但是性情还是很凶残的。我保证，这绝对不是我先招惹那条狗的，是那条狗先找的事。宇哥，你要相信我啊！别急，慢慢说，我先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宇哥，你是不知道我究竟遭遇了怎么样的恐怖瞬间。我这几天都在点外卖，结果这次在我下楼的时候，发现我的外卖被偷走了。而且我问过周围的人，他们都说每天都有发生外卖被偷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不是动了资本蛋糕了？可我没想到后面的事情会发展成那样。擦眼泪吧，刚才误会你了，真的非常抱歉，你先平复一下心情。不过他之前不是说他是被狗咬伤的吗？我很难想象这跟偷外卖有什么关联？难道说是被小偷养的狗给咬了？我一个大学生，居然连一只偷外卖的狗都打不过，你让我怎么平复心情啊？什么？你们这是在直播？对啊。各位别看我平时哭啼啼的，其实我是个特别 man 的猛男。随后我拿出药物往他伤口上撒。宇哥，下一次能不能上麻药？下次一定。所以是怎么回事？最近很多外卖都无故失踪了，我想知道是哪个狗东西搞的，就选择了下楼去拿。没想到真的是一只狗，那货明目张胆地扒拉着我的外卖，我眼看它就要直接叼走，就忍不住气，直接把外卖从它嘴里抢了过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恶狠狠地盯着它，还朝它汪了几声，结果它直接就怂了。那狗怂得很，我一挥拳头，它直接就跑了，远远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它想要偷我外卖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见它还在看着我，就没有选择回寝室吃，而是当着它的面吃了起来，就是要气死它。是个狠人，不过被狗吃过的东西，人还能吃吗？按照你的说法，你并没有和狗打起来啊？那你身上的伤势？他不讲武德啊！我本来只吃了几块，就已经把那只狗给气走了。当时就想着外卖都打开了，就吃完了再上去吧。结果没多久，那条狗就回来了，身后还带着10几条狗。我跑不过他们啊！他们咬了我好几分钟，直到保安来了才把他们打跑了。我想着校医室还好远，就让室友扶着先来你这了。卧槽，笑死我了！狗哥居然去咬人了啊！不是去咬狗了，这谁能想得到呢？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和狗抢外卖。狗把你外卖抢了，你不抢回来，那你不就是连狗都不如了吗？但你要是抢回来，不就比狗还狗了吗？我明天要在食堂吃狗肉包。宇哥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这群狗已经伤人了，我要是不把它们吃了，可缓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跟上面汇报的。至于你现在这种情况，建议还是先去打下狂犬疫苗吧。那边的同学，麻烦你先带他去校医室吧。紧接着，我拨通校长的电话。杨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学校流浪狗把我的一个学生咬伤了，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伤。现在学生的要求是要学校方面扑杀流浪狗，然后把罪魁祸首找出来给他炖成狗肉包。且我的提议是最好再给学生一笔补偿，毕竟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才受的伤。虽然听到杨宇这番话觉得有些离谱，但毕竟对方可是在直播着的，他也明白这不像是在开玩笑。这件事你全权解决，尽量不要让学校落了坏名声，消杀和赔偿的资金直接走报销渠道报销。杨宇老师，我这边还有个重要会议要开，先挂电话了。
好，校长再见。校长啊，这一次你可能要大出血了。你是说学校会赔付损失给那位学生？按道理来说，学校不应该都会推卸责任吗？我们学校不会，该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一定会来。我的天，天底下居然有这么负责任的辅导员，而且还这么为学生着想。我不是杨老师负责的学生？老天不公啊！最终，我决定给对方转去了2000块，其中1500是补偿对方之前已经打过狂犬病疫苗的钱，而另外500则是这些天需要在各方面所用到的开销的补偿。不好了，杨老师，我看到刘警官他们来咱们学校了。什么？刘警官现在在哪？是这样的，杨老师，我们帽子叔叔局接到举报，说有人在江海大学聚众赌博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聚众赌博？我们接到举报，在江海大学6103男宿舍有4名男大学生正在进行赌博。报警人称桌上的资金非常充足，足足有几十沓之多，全是红色票子，已经足够量刑标准了。好吧，对于这件事，我绝对会配合你们的工作。带着3位警官来到6楼，我感觉到寸步难安。要知道现在可是在现场直播，如果这件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估计得对学校造成很大的声誉影响，我绝对有责任。越靠近目标寝室，就越能听到叫喊的声音，而且从这声音当中也能听出这些家伙是真的在赌博。旁边的刘警官脸上露出了胸有成竹的表情。老何，你这把跟不跟？你敢跟我就直接 all in 了。我怕你不成，跟肯定跟，全下了。秦哥真跟啊！老何今天手气这么旺，你不是送钱的？不过今天秦哥都输了那么多了，说不定就靠这把输的全赢回来。这群家伙真的是小年纪不学好，只能麻烦刘警官出手了。放心吧，杨宇老师，个别学生的行为是不会上升到整体学校，而且如果这里面涉及了未成年人的话，我们是不会在官网发具体公告的。麻烦了，你一会不要直接对着寝室门口拍，以免有更多的画面被泄露出去。好的。小李，踹门吧。但下一秒门自己开了。宇哥，你怎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宿舍啊？而且他们这穿的是 cos 帽子叔叔用的服装吗？看起来好真实啊！难道咱们这是在搞什么突击演练吗？听到眼前男学生的话，帽子叔叔们瞬间呆愣住，他们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眼前这个赌博嫌疑犯当成 cos 了。但转念一想，他就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对劲，对方有可能是通过暗语给里面的学生通风报信。对方没有任何的让开的动作，看样子是要拖延我们进入宿舍的时间。小李，是长官。随后小李迅速抓住了对方的双手往后一扯，拿出腰间的玫瑰金手铐给其铐上了。哎呦，你干嘛？